两面派，你确定吗？是的，你看他营销挺好的吧？温润如玉公子川。实际上，我的朋友跟我爆料，他脾气大得很，眼高手低的。签洛克神书的时候，他想要跟一线作家一样保底印数，也不看看当时自己配不配。那圆月社的编辑都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一大半都知道的，除了极个别的脑残粉。编辑部也有周川的读者？不止，还有周川的女朋友嘞。他们圆月很乱的，公私不分，走后门走得很厉害。那洛河神书的编辑该不会是他的女朋友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朋友跟我说，他们关系确实不简单，刚入职2年就先后签下了江雨成和周川。你认为这位编辑签作者的手段不干净？我可没这么说啊，看圆月出不出声明呗。要是维护了周川，8成就是那位编辑在幕后出力了。毕竟，你以为圆月的人都相信周川没有代笔吗？代笔的事儿还没了结呢，就出了这则录音。不光编辑部，连圆月社都被拖下水了，还发声明啊？发什么声明？这人就是胡说八道，一通乱踩。他乱说的话，凭什么要周川和圆月来承担？你以为网民跟你讲道理吗？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是还是维护周川，那就证明这个爆料者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个人是谁？匿名爆料，声音经过处理了，不知道是谁。现在这个录音在网上已经传疯了。现在不仅圆月社被扣上了黑心出版社的名头，还波及到了初理。宋希的小助理点赞了这条录音，钱又蹦出来，重申当初合作的时候，你和初理就有暧昧了，又添2重。那于梁主任，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呢，要代表圆月社发表一个声明，我们不会包庇任何形式的作假，跟周川停止一切合作，直到真相大白。这怎么行？我已经很给周川留余地了，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圆月社还是可以跟他合作的嘛。你也知道现在的网民不冷静，您这时候不挺他，这一份声明发出，直接就会坐实了周川代笔的事情。他代不代笔，我根本就不 care， 你明白吗？我关心的是圆月社会不会背上污名。初理，你知道网上现在说什么啊？圆月社裙带关系严重，只认钱不认人，脏乱差大本营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了其他作者，影响到了圆月社的销量，你们2个能负责吗？难道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舍弃作者不管吗？初理，现在这种情况你应该搞清楚，你到底是周川的女朋友，还是圆月社的员工？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承认和初理的关系的话，只会把他推上风口浪尖的。我就是不明白啊，我就是一写文的，又不是什么流浪明星，我整天在家写书好好的，哪有那么多事儿啊？现在还要牵扯上处理，你担心初理，胜过担心你自己，这我能理解。但是现在任何有关处理的东西你都不要发了。你说的越多，这件事儿就越难收拾。别着急了，千万别冲动。处理那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，再等等。
看来你和周川老师得罪不少人呀，匿名举报都出来了。梁主任已经让法务部拟声明了，即便是夏老师回来，杨总应该也会保圆月社吧？那就让他们发啊。我还以为你会努力一下呢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周川老师是你男朋友，应该能理解你的退让吧？谁说我要退让了？白芷，周川的事情听说了吗？罗总，我们是做书的，又不是追八卦的。是啊，做书的，所以我劝顾总监还是谨慎为上。这次周川的黄泉客栈还是不要加印了。我们这是顾白芷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，立刻停止加印。总监，周川老师的编辑发微博了，还是跟圆月社的声明一起发出来的。看看。大家好，我叫初里，是圆月社的编辑之一，也是周川老师的编辑。这个时候出来发声，只有2点想告诉大家：第一，匿名爆料中的言论全属有心人士恶意引导；第二，周川老师从来没有请人代笔，无论对方是谁，他不会这么做，也不屑这么做。而我相信，终有一日，阳光猛烈，万物显形。初离，你也太刚了吧？怎么？我已经联系了索恒和阿贵，千万别牵扯进这件事情。这个事情不能再连累到他们了。你就不怕被连累吗？楚理，楚理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处处针对我，我前脚发声明，你后脚就打我脸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在圆月干了？就因为我是圆月的编辑，所以我才要发声。周川从一开始就是我带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们都清楚，我最了解他，他不可能这么做。这次圆月社不挺他，我来挺。行，是条好汉，现在给我滚！谁敢叫处理滚了？啊？夏老师，你不是明天？明天你把我编辑部的人全都开了，去开会。走。差点喝口水。小梁啊，小梁，你今天声明什么意思？我们部姐不是作者的后盾，还将他们推向不服之地。你赶紧把那声明给撤回来。夏老师，您别激动啊，您身体不好。是这样，杨总呢早上给我打一电话，他明确的表态了，说不希望圆月社卷入到这场是非当中。您让我撤声明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要不您给杨总打个电话吧。杨总就算给指令，发声明也是我们编辑部发。梁主任，你这叫越俎代庖，你这叫不把别人放眼里，你知道吗？于主编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是给你们编辑部擦屁股。梁主任，周川老师刚入围的时候，你态度好像不是这样的。哇哦，这条好汉，你还在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要走吗？你走啊！你明天不用再来圆月上班了，声明我也不会撤。还有夏老师，我明确告诉你，没有杨总发话，一切免谈。你。夏老师，没事吧？打电话。回来了。夏老师怎么样了？血压已经降下来了，现在情况基本稳定。夏老师还让我转告你，那封声明并非编辑部本意，他会再去找杨总，争取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你让夏老师好好休养，别再为我的事操心了。今天梁冲浪是不是让你离职了？
阿向和你说的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再怎么样，梁冲浪也要看在夏老师的面子上，没有开除我，只是把我降为实习生了。哎呀，干嘛这副表情？我的职业生涯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坎坷，今天都是有惊无险，已经挺好的了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妈。你还知道叫我妈？啊？我问你，那网上那代笔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搞得沸沸扬扬的，当初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到上海去当编辑，你就不听，现在吃到苦头了吧？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来骂我的吗？那不然呢？那个录音我都听了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让你收收你的臭脾气。你看看现在，妈，今天我的领导为了维护我，被气到住院了。哦，那他有事没事啊？没事儿，幸好送到医院及时。哦天哪！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不过闺女啊，人家对你的好呢，你要记住，听见没？啊，还有我问你，那个代笔的事儿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当然是假的。哎呀，假的就行啊！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办这种事儿呢？这件事儿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，你必须要好好解决，必须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这件事情解决不完，你也甭回家啊！我的字典里没有逃兵2个字，听见没？嗯。行了，这当初呢是你撒泼打滚的要去当编辑，那既然当了，咱就要把它当好，该负的责任咱就要把它负起来，知道不？谢谢妈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哦。还有，那个钱不够花，就给你爸打电话要，听见没？嗯，行，挂了吧。这是个激动的淡季，是飞机去哪里？总是不经意，这坏了风景。我相信，最有故事的你，肯将心里的话说给我听。也许还会孤寂，只要一个消息，就会很开心。别说是我成就你，不过刚好而已，刚好我们在一起。要不我不写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想想也很奇怪吧。这么些年，认真写文，积累下来这些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读者，就因为一些没有证据的捕风捉影，就这么轻易转黑了。还到处去诉苦，说这么些年喜欢上了一个不值得被喜欢的作者。不是的，周川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不需要个人责编，你也不需要谁来替你规划职业生涯，你更不信任任何人。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不要放弃，我们一定可以解决的。我是个新人，科长您的那些金牌编剧自然是没法比，所以我比那些金牌编辑多的是一颗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周川老师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真的很想当漯河成书的责编。如果这份东西是你不愿意提及的过去，我愿意把你从过去拉出来，和我一起走到未来有光的地方。不要哭泣，总会有个消息会带来幸运。没有谁能成就谁，不过刚好跟我回家吧。二狗，哥哥姐姐要出门一趟，等一下姜老师会过来照顾你，你一定要乖乖的哦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阿相说，老苗刚才突然提出离职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前脚刚提，紧接着圆月社的数十名资深作者就全都联系不上了，他们的稿子都还没交呢。你是怀疑老苗跟这事儿有关系？我不敢确定，但如果这是真的，不仅是月光下一期要开天窗，整个圆月社都会有大麻烦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一眼。哎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一定要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。等我事情处理完了，第一时间就回来找你。嗯，走了走了。慢点儿。老苗，这多半的作者都是你负责的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行了，于主编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圆月的人了，你就别再想着往我身上泼脏水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去跟杨总跟夏老师解释吧。你离职的单子我可还没批呢。那我就不麻烦您了，啊，我先年假，好吧？各位，散伙饭我就不跟大家一块吃了啊，山高水长，来日再见。好，谢谢你了，索恒老师。喂，阿鬼，能不能拜托你临时写2篇稿子，要符合月光可以刊登的水准？对。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拜托拜托。这不是圆月社的金牌实习生初里吗？哎，周川老师怎么没在啊？哦，丑闻缠身，顾不上你了吧？老苗，作者的事和你有关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不是圆月社的人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即便是今天你不承认，往后也总会有露出马脚的一天。你在圆月这么多年，何必搞得大家都难看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初里啊，我即便不是圆月社的人，我也干了10几年的编辑了。我用得着你教吗？我要做什么？我做什么是对的？用得着你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？就是因为我特别讨厌你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样子，还有你感觉你自己能够改变全世界的样子，又能做编辑，又能考虑到作者的感受，还能给圆月社带来利益，你这是做编辑吗？你这是做梦啊，孩子！现在好了吧？眼看着周川就要被你一手毁了，圆月社也快毁在你手里了。我送你2个字儿：活该。你就这么讨厌我跟周川？不是这么讨厌，是非常讨厌。那个匿名爆料人是你吧？最了解圆月销售发行细节的人是你，第一个接触周川的人也是你，对我和周川恨之入骨的人还是你。我可太蠢了，高估了你的底线。你要是什么证据都没有啊，我就能告你诽谤了。
怎么样？不行，还是不接。别着急，继续打。喂，杨总。我有这个苗建平，早不走晚不走，偏偏在我休假的时候走。欣欣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个时候再不回来，真的饭碗不保嘞。哎，还有2天就要收稿了，你联系到几个作者补稿了？联系到了阿鬼和索恒他们。好了，你就把你那些还缺的稿件类型整理成文本发给我，我联系我手下的作者一起补稿。好的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欣欣姐回来工作。回来了。儿子回来啦！儿子，快来快来！儿子，妈妈就算准你这个点儿会回来的。你看你又瘦了，比春节那时候啊瘦多了。我看他挺精神。你呀，该换副眼镜了。妈，我先上去放个行李。去吧，上去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儿子，因为网上的传言，可烦着呢。你要好好说话啊。我也烦着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别来烦我呀？那你能跟儿子比吗？哎。老赵，给儿子盛碗汤。没事，妈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本来就该你自己来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要长辈给你盛汤，像什么话？你提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没说错。知道就好。外面的言论呢，我们都没放在心上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休息啊。关于这件事儿，爸，只要你自己的腰杆本来就是直的，就不可能倒下。自己的麻烦还得自己解决。人生在世，不经历一些风吹雨打怎么行啊？知道了。开天窗？这么严重？我这里还有存稿，一会儿我发你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这是？帮你。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？无非是罗列周川父子文笔相似之处嘛。但是仅分析洛河神书应该不够，样本越多越好，不是吗？是。回头把我这份也发给周川。事情早点结束，黄泉客栈也就能再加印了。好。爸，儿子，来吃点葡萄。妈，不用了，我跟……你妈都已经洗了，你就吃。你别强迫她，她想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呗。你看她都被你惯成什么样子了？那怎么着？我高兴。哎，老周，你的采访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午间读书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著名作家祝库先老先生。
看这个做什么？相信各位对于周老先生的成名错都错了，还有什么不承认的，是吧，儿子？周老先生您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采访。最近周川的代笔传闻沸沸扬扬，请问您是否当年对于他的文字进行过专业的指导呢？我是不会做这种揠苗助长的事情的。我知道现在网络上有人觉得他第一部文史作品过于成熟，那其实确实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。在此之前，他曾经有过几十万字的文字创作经验。您可以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吗？因为他那篇处女作，我们父子之间曾经大吵过一架，直到现在，我们俩依然观点不合。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造谣我为儿子创作这件事情。他身边的老师同学都是一直看着他写书的，从一句话、一段词到一整篇文章，他的写作水平到底如何，一问便知，甚至都用不着我出来澄清。看什么呀？不认识你爸了？不断的输入、消化、输出。比如说，你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，就需要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。啊，总算搞定了，不用开铁窗了。初离，周老先生采访出了，快，我看看。不断的输入、消化、输出。比如说，你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，就需要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。在查阅的过程中，就会接触到更多的知识。当你把这些知识消化以后，再向外输出，形成自己的文字，那就是你的东西。它会一辈子在那儿。不愧是周老先生，格局就不是我能比的。在这儿，我想提醒某些人，世界并不像表面你们看上去那么美好，但是也不像你们想象那么黑暗。我觉得这个采访一出，舆论肯定有变化。但愿如此吧。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代笔这事啊，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托人录了这个节目，今天正好播出，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么爱面子的人也上了电视。其实你爸呀，这么多年一直还是挺关心你的，你以后别气他了啊。这上面都是失联的作者吧？对。我一个个去拜访一下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还是留下来。等月光的稿子来了，你还得重新排版。好吧，加油。你也是。可是叔叔，您好歹在圆圆这么多年。好，知道了。是河马老师吗？不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定知道。我知道就得告诉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还留在这里。你是河马老师介绍来的，现在我们都联系不上他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会来问你。如果你真的和老苗是一伙的，你早就和他一起离职走了。你现在还留在这里，证明你也不认同老苗的做法。不认同老苗，就得帮你们吗？如果你不爱这个行业，就根本不会待在圆月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对我来说，只不过就是一份工作而已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们都知道，在整个出版行业，圆月的条件并不是最好的。能把我们留下的，不过是一份热爱和羁绊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周川老师、姜老师、于主编、阿夏、索恒、阿鬼。那你呢？你也应该有自己牵挂的作者吧？我不相信，他们对你来说仅仅只是一份工作。如果编辑二部真的垮了，月光也没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作者们该怎么办？你不是在帮我们，是在帮你自己。
和你的作者们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老苗到底对那些失联的作者说了什么？主编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哦，是吗？我倒想听一听，怎么回事？梁主任，今天又来光临我们编辑部了。你以为你这是迪士尼啊？我那么想来，我再不来，编辑2部就快撤销了。都过来开会。给您。啊，放着吧。采访的事儿，多谢您了。我既是替你在澄清，也是替我自己在澄清。对不起，把您也牵涉进来了。虽然这是无稽之谈，但即便是我出面澄清，舆论也不可能轻易消停。像这种事情，最好的比对方式，就是做文比文风的比对。这个东西，谁也模仿不来。文字是有烙印的，你信不信？把你小时候写的那些破东西，明明给发出去，你的一些忠实读者，还是能一眼认出你。文笔，我高中时候的试卷上好像有提到过洛河神树相关的内容，但那已经很久了，我记不清是哪一年的。你等一下。这些都是当年你那些老师向我告你状时候带来的卷子，说不定在里面就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这本不是我以前的周记吗？这么久了，还留着呢。哼，忘记丢了而已，看完我就扔了，占地方。您看过我的小说吗？就在这儿陪着我一起找线索。不然呢？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做这些徒劳之事啊？也不怕糊了您高贵的眼吧？你的创作水平确实还能更精进。胡说八道！小鸟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
老苗跟辛顿谈的条件确实很优越，但作者们，包括我叔叔，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要跟着老苗走。毕竟在圆月这么多年，能让他们留下的，已经不只是待遇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圆月社一则跟周川撇清关系的声明，就让那些作者寒了心啊？有那么脆弱吗？说出去谁信？梁主任，别人信不信重要吗？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了。除了这2点之外，还有就是夏老师。夏老师怎么了？夏老师被气到住院的事情，已经在圈内传开了。他是大家都很敬重的前辈，出了这事儿，大家觉得圆月社已经变了。而且他们都听说了夏老师在花枝奖结束后会退休的消息，觉得待在圆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不如去待遇更好的辛顿。这帮白眼狼，白养他们那么多年了。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，编辑和作者，作者和出版社向来都是相互成就。你说是我们养着他们，他们又何尝不是在供养着我们？哎，对了，小鸟啊，你这事儿早知道了吧？你怎么现在才说呢？拖那么久？你让他怎么办？难道当了我们圆月社的编辑就要断绝亲属关系了吗？梁主任，这个呢是我们编辑2部内部的事情，下面该怎么处理我来决定。您先回发行部主持大局吧。我看您现在血糖又有点低啊。这样吧，我想办法说服杨总，让他撤回声明。不用这么感激地看着我，我也是不希望编辑2部就此解散嘛。恐怕光撤声明是不够的。小鸟，你得帮一个忙。小鸟，小鸟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的拜访名单里第一个就是河马老师。这么多人，你都要一个个拜访？嗯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带你去。好。河马老师。小鸟。你是？您好，我叫初里，也是圆月社的编辑。周川的编辑啊？啊，是的，今天主要是想来。你想来干什么？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小鸟，你为什么带他过来？对不起，叔叔，但如果有下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的。河马老师，我知道您现在对圆月社有诸多不满。但是，能不能请您看在和圆月合作多年的份上，请给我10分钟吧。河马老师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不能请您明天来圆月一趟？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的。什么交代？你们现在圆月还把我们这些你们所谓的老牌作者放在眼里面吗？是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我们写的东西呢，大家都不感兴趣，但是我们辛辛苦苦写了10几年的书。还不如一个小鲜肉吗？小鲜肉，您是指周川吗？别的作者怎么想我不管啊，但是现在的圆月已经不是以前的圆月了。什么动画板块、后宫小说，我真的搞不懂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。走了也好嘛，给他们留位子嘛。河马老师，我听说您的第1部科幻小说在月光出版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觉得很新，但您看，有多少读者因为您的文字对世界、对宇宙、对所有未知但存在着的一切产生了探索欲，所以，月光改不改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的文字足够动人，就永远不会被时代改变，因为永远有人正年轻着。你倒挺会说话的嘛。我是发自内心的这么觉得，我们月光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作者，不然今天我不会这样站在这里。好。那我问你，这次花枝奖为什么我的书没有入围，而周川的书入围了？老师，
您写文是为了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您是为了入选花枝奖，不甘心周川入围了，而您没入围，今天我说再多也拦不住您。但如果您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读者，我能有10000个理由劝您留下。小鸟，谢谢你带我来，接下来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我跟你一起吧，不是帮你，是帮圆月。我的作者还要靠脸得吃饭呢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找年年老师。嗯。前面这么多都被拒绝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下一个，宋飞然老师。师傅，麻烦去浦东。OK。说的天花乱坠，乍一听我都被唬到了。世界上一个证据都没拿出来。总结：我没带笔，证据我有，但人证不是我，物证也不在我这儿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老爹开始帮儿子洗白了。他们一家就学不会躺平认潮吗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儿子洗完老子洗，可惜群众都是有眼睛的。好像藏起来，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？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明明一直都在，出头1个礼拜，好像你并不意外。交代。